诶，太阳上怎么这边一颗，那边一颗黑黑的洞啊？这就是太阳黑子。有的时候太阳黑子够大，用肉眼也可以看得见。而在 spaceweather.com 的网站上，有个如此巨大的太阳黑子，它鼎鼎有名，是卡林顿事件的太阳黑子。从2023年6月6号开始，这个网站提供了新的连结，可以把当天的太阳黑子跟卡林顿黑子的大小做个比较。话说1859年9月发生了人类有记录以来的最强烈太阳风暴，称为卡林顿事件。根据最新出炉的研究报告，总算弄清楚它的威力了，大约为 X80的等级。以这个等级的太阳风暴，再加上不断减弱的地球磁场，就足以让全球断电断网。关键是它还会再来吗？科学家们给出了答案，会，而且地球正在红色警戒内。嗨，亲爱的朋友们，我是 Ruby， 无论你在哪里，愿光之源头保佑祝福你及全家人。这里是一个新的频道，谢谢您按赞跟订阅。时间回到1859年的8月28号，一件又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从这一天开始发生。法国巴黎的电报通讯突然中断了，导管线发出强烈火花。29号，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上空都可以看到极光。有读者投书给晚间邮报，形容天空飘着几条细细的极光，有白色的、淡红色的。在美国，很多报纸也报道了极光，人们成群结队聚集在街头观赏这个奇景。交头接耳的讨论，这会不会是某种重大事件或灾难的征兆？就在大家不知所以然的时候，有一个人知道事情大条了，他就是英国科学家理查·卡林顿。卡林顿家开设啤酒厂，优渥的生活使他可以每天专注在天文观测上。9月1号这一天，当他一如往常通过望远镜投射太阳的图像，并在卡纸上画出他看到的太阳黑子，结果这个时候太阳黑子爆炸了，2颗肾脏形状的耀眼白光赫然出现。一开始他以为是设备故障了，但是进一步检查后，他得出结论，他所看到的是真的。卡林顿说，我随即用计时器记下了时间，看到爆发的速度越来越快，心里有些慌乱，赶紧跑去叫人来和我一起看。又惊又喜的他立马60秒内就回来，但是这个时候白光已经衰减了，渐渐消失，整个事情只持续不到5分钟。这短短几分钟内，由日冕物质抛射引起的太阳耀斑，或称为太阳闪焰，释放出的电磁辐射、高能粒子、磁化等离子体，却是史诗级的。日冕物质抛射在18个小时内就撞击了地球，地球的磁层被猛烈地推到一边。伦敦格林威治天文台磁力仪记录到激烈的磁暴变化，仪器画出的轨迹甚至超出了纸张。带电粒子在滑入了大气层之后，与气体分子结合，产生了比29号更为强烈的极光。美国落基山脉的金矿工人误以为是天亮了，开始准备早餐。远至低纬度的夏威夷、赤道地区的哥伦比亚也都可以看到红色极光。电报系统的电路过度充电或失火，导致全世界125000英里的电报线路大部分中断了4到8小时，有的线路更长时间无法使用。电报局的报告描述了当时的情况，设备开关发出火花跟噼啪声，操作员触摸按键时感到震惊。会
惠斯通电报系统出现了异常强度的电流，罗盘指针向右或向左摆动。操作员的头靠近了接地线，火苗窜出，遭到非常严重的电击。后来天文学界就以卡林顿的名字来命名这一次的事件，也定义了当时的磁暴指数 DST 介于-800NT 到-1750NT 之间，最新的研究为-900NT， 负值越高表示磁暴越强。然而对于太阳耀斑的威力一直只有保守的推估，等了164年，现在这个谜团终于解开了。2023年8月29号，这一篇热腾腾的研究报告来自于日本的研究团队，名古屋大学的早川尚志等人，在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的协助下，找到了卡林顿的原始手稿，并配合了研究人员多年来对太阳风暴累积的研究基础，终于解密了卡林顿事件的强度居于 X46 到 X126 的范围之间，界定的最佳强度大约是 X80。 X80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先来科普一下。太阳耀斑的强度是根据美国 GOES 卫星观测到的 0.1 到 0.8 纳米波长的软 X 射线单位面积每秒通过多少能量而算出来的。由强到弱一共有 X、M、C、B、A， 等级后面有数字，指的是射线的具体数值，数值越大，强度也越大。那么卡林顿事件之后有哪些大型的太阳风暴呢？我们就来巡视一下吧。1921年5月的太阳风暴 DST 约是-825到-900NT， 与卡林顿事件差不多，又被称为纽约铁路风暴，因为这一次美国纽约的一个火车站被大火吞噬，瑞典的一家电报局也是。而在加拿大西夫伦瑞克省的长途电话线也被烧毁。1940年3月的太阳风暴有2次日冕物质抛射，它们喷发间隔的时间只有 1.82 小时，双重喷发扰乱了地球磁场， DST 约为-389NT。 当年有数千英里长的铜线横贯美国，技术人员记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电压：密苏里州的750伏特，马萨诸塞州超过800伏特。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报道，对任何必须通过金属线传输的信号造成严重破坏，电报和电信服务中断了5个小时。1972年8月的太阳风暴，太阳耀斑等级为 X20， DST 只有-125NT。但是这一次风暴创下纪录，日冕物质抛射只用了 14.6 小时就到达了地球。而且戏剧性的是，当时正值越战期间，美军在北越的海防附近有大约24颗磁力水雷在30秒内瞬间爆炸，让美军神经紧张，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水雷兵迈克尔·冈萨雷斯甚至在回忆录中写着，当时有4000多个磁力水雷，太早就爆炸了。除此之外，美国有好几个州，像是伊利诺伊州的长途电话通讯中断。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SA 在报告中写道，这一事件让 AT&T 重新设计了跨大西洋电缆的电力系统。1989年3月的太阳风暴也是连续的日冕物质抛射，从6号到18号，太阳共喷发了11个 X 级耀斑，最大的一个达到 X15， DST 最强到-589NT， 电力行业完全被吓到了。加拿大魁北克水电公司停电9小时，受影响的有600万人。美国、英国、瑞典、印度也出现超级电网变压器损坏以及电力系统问题。美国东海岸跟英法之间的跨大西洋海底电缆也受到了磁暴的影响。
2003年10月19号到11月5号之间的太阳风暴，又被称为 The X Whatever 或万圣节太阳风暴。从 NASA 公布的影片中可以看见，太阳黑子至少爆发了17次耀斑，最强的约为 X45，DST 最大值为-383 NT。这次造成了全球的无线电长时间无法使用，瑞典的大停电，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导航系统离线约30个小时，整个北半球航空公司的通信发生问题，被迫改变高纬度航班的航线。日本卫星 ADEOS-2 严重损坏，其他好几颗卫星的运行也因此中断。毫无疑问的，2012这一年是戏剧性的。就在人们笼罩在一些2012是世界末日的说法和预言的时候，幸运的，人类逃过了大劫。The sun has just put on quite a show. Take a look at these amazing pictures captured by a NASA spacecraft yesterday. It's a powerful solar flare shooting superheated particles and plasma deep into space. 7月23号的那一天，2个连续的日冕物质抛射，中间相隔只有10到15分钟。这是一场危险的太阳超级风暴。科罗拉多大学的研究专家丹尼尔·贝克说，如果袭击了地球， DST 将达到-1200 NT， 媲美卡林顿事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太空科学实验室协同中国太空天气实验室的研究专家也发表论文指出，如果这次瞄准地球的话，全球的电网会遭到严重破坏，造成的损失可能达到好几兆美元，恢复时间可能要4到10年。接下来让人吓了一大跳的是，2022年2月 SpaceX 见证了太阳的破坏力。49颗星链卫星发射后不久，2月4号便遭遇到一场不算大的地磁风暴袭击，摧毁了总价超过5000万美元的40颗卫星。当时地球大气层吸收了风暴的能量，形成高密度的热层，增加了阻力。SpaceX 事后发布声明说，当时他们努力让卫星进入外太空，甚至让卫星侧向飞行，以最大程度来减少阻力。结果还是有40颗卫星失败了，最后落回地球，烧成灰烬。加勒比天文学会捕捉到了星链卫星在波多黎各上空遭受低空阻力重飞的画面。有一句话说，历史会重演。这句话有对也有不对。对的是，因为宇宙是造物主的设计，是有规律跟循环的。科学界在研究太阳风暴也发现，大约每40到60年会有一次太阳瞄准地球的 X20 风暴。理论上，它早应该要来了，但是迟到了。另外，每150年到200年会再次发生卡林顿事件，新的估计表明它是 X80， 这是164年前的事，我们显然在警戒区内。坏消息是，现在地球磁场正在减弱，从1850年到2000年，磁场减弱了大约15%，而且欧洲太空总署有卫星专门监测地球磁场，发现这种转变还在继续。2000年到2010年失去了5%，2010年到2020年又再失去了5%，磁场减弱的速度越来越快，实际上可能只要每2到3年就会降低5%。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magnetic field is weakening fast and is expecting to go through unprecedented changes. 磁场可以保护地球不受宇宙射线和太阳风暴的影响，但是由于磁场加速减弱，只要地球连续受到2个到3个 X20 的撞击，累积的损害就会非常严重了。而一旦 X80 到地球来，恐怕还得要乘上2倍甚至3倍以上的破坏力。再回到历史会重演，这句话有不对的地方是，
卡尼论世界是蒸汽机年代，现代则是人造卫星、航空、导航通信、电力传输网络的时代。当下一次的卡尼顿风暴席卷整个世界的时候，这些所有的设备设施都会灾难性的损毁，让我们重新回到工业化前的时代。没有导航，没有网际网路，没有冷气，没有暖气，没有银行，没有股市。棘手的问题是，不会有任何预言，也不会有任何科学告诉你具体哪一天会发生。The biggest sun eruptions in human history, causing the highest neutrino count we've ever recorded. My God. 它可能是40年后，也可能是4个月后。请记住，我们不能等到政府发出警报才开始准备，因为到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场面一定是一片混乱。我们建议现在开始呢，可以养成减少对电子产品、数位服务的依赖，学习一些工业化时代前的技能，做一点紧急物资的准备，不忧虑，多多了解太空天气，掌握变化的蛛丝马迹，就有比别人更好的应变能力。身心灵的23事会随时关注太空天气事件，也能成为您的可靠伙伴。最后也有一说，当下一次超级太阳风暴来临时，由于人体本身也是能量磁场，数量庞大的高能粒子可以激活人体休眠的 DNA， 使它发挥更高水平的功能。你怎么看呢？欢迎在底下留言。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平安和谐，很多的爱。